大家好，我是修车仔。今天应群众要求来跟大家介绍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泡菜车 Kia Cerato K3。它也是 4Day 的继承人啦，在国外有些地区还是用着 4Day 的这个名字。因为是韩国车，所以它的保值率当然是不如日本车，也就让到它的性价比更高。目前是3万8到5万之间。当然，我肯定也懂你一定会问二手韩国车不会很多问题咩？听修车仔为你解析。会以4面的角度来为你分析一辆车的优缺点以及保养费用方面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要先订阅频道，才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相信有看过我 4Day 影片的各位都懂韩系车主打的就是配备。不过到了这一代的 Cerato 反而就没有特别给到呱呱的配备和价格，可能也是通过 4Day 的销量开始增加起来让 Kia 的信心恢复，让他误以为自己已经和 Toyota、Honda 那些平起平坐。不过结果当然是不如所愿 ，Kia 在马来西亚人眼中始终还是不如日系品牌来的可靠。相同的价格，在没有特别突出的配备之下，马来西亚人更愿意花这笔钱来买到日本车，可能也是比较有保障的关系。是你的话，你会选择日本车还是韩国车？为什么又会选择那款车嘞？欢迎留言告诉我。这款 Cerato 是在2014年进入大马的。外形来讲我个人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它的眼神有点奇怪，可能是眼头这里没有连接到虎鼻的沙龙，某个角度看又很帅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的 LED daylight 肯定要有，尾灯自然也要 LED。里面的 brake 灯设计是一颗一颗的，可以讲比现在的一些车还要精致晚上亮起来的效果也是蛮好看。整个车的外形看起来也比 4Day 大了一点。4Day 的热潮在消退过后，不少人都期望着它的继承人 Kia Cerato 可以有所作为，再一次碾压市场。因此，在原厂确定引进 Kia Cerato 的时候，对于这款车肯定也是寄予厚望。但是实际上 ，Cerato 的销量成绩远远不如 4Day。当时4Day 一个月的销量就有300到500台，最高纪录更是高达700台。作为参考不受疫情影响的2019年6月份及7月份 ，Kia 的总销量为562台。虽然它的配备是不如当时候 4Day 那样惊艳全场，不过在配备上面 ，Cerato 确实也有着很大的进步。例如全车系的6粒 airbag、天窗、记忆座椅和电动多方向调整座椅、冷气座椅、steering 软硬程度的调整和 pedal shift 后座冷气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同级车款所看不到的东西。几个我比较喜欢的配备就是电动调整的座椅和 steering 模式调整。第一个是因为它不只是调整椅背的倾斜和前后，它还多了一个调整腰靠的角度。长途驾驶的话，就很适合我这种年纪轻轻腰不好的人用。还有 steering 调成重手一点的话，在跑长途来讲也会比较好控制。平常市区驾的话，就可以调成 comfort mode， 轻一点也比较容易 parking。还有它还会在你下车的时候，把自己的椅子自动往后收，给你进出方便。虽然这点不是必要的功能不过这个细节就会让到驾驶者觉得自己有比较尊贵的感觉吧。我印象之中是 Lexus 也有这样子的功能。配备都很美了，问题就是Kia 这次不控制价格，给到你那么多好料的同时，价格上 Cerato 也有着非常大幅度的提高。一开始的 Cerato 只有2种车型，分别是 1.6 和 2.0， 价格为99888以及118888，比起 4Day 的85800和97800贵了可不止几千块。当然新款比旧车贵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个涨价的幅度确实是有点太大了。另一种可能也是因为市场这个时候已经慢慢开始流行起 SUV 风，对于sedan车的销量多少都会有点影响到。再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Kia 不要继续用 4Day 这个名字来卖明明都是一样的车嘛。就好像 Vios、City 就因为一代车型的好评，大家就会永远记着这款车的名字。想要买一台8万多的新车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想到 Vios， 不然就是 City。应该趁着大家还记得 4Day 这个名字的时候，继续使用下去才对嘛。4Day 的名号才开始要响亮，既然改什么 Cerato。为什么修车仔会推荐韩国车？像我之前在 4Day 视频讲过的一样，韩国车玩的就是 spec 和性价比。也庆幸马来西亚人的购车观念，我们才可以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最多的配备。首先 Cerato 的年份不会算太老，大多数介于2014到2016，价格也都是在3万尾到5万之间。小改款过后更成熟的外观的那一款价格在5万多6万左右。
5万以下就可以买到一台 C segment sedan， 其实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有家庭的人士来讲更为适合。毕竟这个价钱啊，新车的话估计也只能够买到一些比较小台的国产车。再来就是斯拉多的价格虽然是很值得，不过毕竟它是台二手车，保养费用方面肯定是不能够拿来和新车比较。在购买之前，关于维修方面你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如果是论经济保养的话，修车仔的建议是买 1.6 的就可以了，因为 1.6 的车型啊，市场上面比较多，零件流通性自然也会比较高。再来 Hyundai Elantra 也是有 1.6 的车型，也是通用的，所以我相信 1.6 的零件市场上面会比 2.0 来得多。要经济养的话，当然 1.6 是最合适。通病方面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有 Steering Coupler。Steering Coupler 我在 Forte 的视频那里也有大概提过了。大部分的 Hyundai 和 Kia 的车款都会有这个问题，包括 Hyundai Elantra、Sonata i10、Kia Forte、Cerato、Optima 等等。Steering Coupler 是长这样子的一个八角形的小塑胶衬套，坏到严重的话，它的8个角都会脆到完，然后会有异响，就像这样。Steering Coupler 就是确保你在转动 Steering Wheel 的动作可以完全传递到 Steering Rack 上面，所以坏的征兆除了异响以外，你同样会觉得转 Steering 的间隙越来越大，就是感觉转了很多 Steering， 轮子才动了一点点，好像跟不上这样子。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的 Steering Coupler 已经开始老化，寿命将至。普通保养的话，其实是和日本车差不了多少。这台 Cerato 是来更换压油，采用6度牙的 Cerato 需要4 L 的压油。而车主是选用Mitasu这个日本品牌，算是比较有quality的。价格方面大概在250块左右，当然这里的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上 Cerato 在路上的能见度也不低，代表着这款车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年份也都蛮新，而且价格都介于4万多而已。4万多你买新车的话就只能够买到国产啊，你又怕亏钱。二手的 Cerato 基本上前车主已经把你亏到完了的，这个时候入手还算是蛮值得。也确实这款车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你可以负担得起它的这些小毛病的话，为了它的配备，敢去罢了。都看到这里了，觉得影片不错的话，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啦。当然顺便按赞分享去 Facebook。要看我拍什么题材的，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修车仔，我们下期见。